小心，细菌无处不在。还好有舒肤佳洗手液，抑菌保护高达99.9%，更有新装沐浴露，12小时长效保护。舒肤佳液体香皂全新上市。有请主持人赵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周群老师，欢迎；著名情感作家陆琪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吴磊老师，欢迎。来，接下来我们看看4位老师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了解一下。我和我老公结婚已经13年了，虽然他的年纪比我大的蛮多的，但我觉得我们能走在一起是一种缘分。结婚前，他承诺会把我当作掌上明珠一样宠爱，但自从有了2个女儿之后，我们俩的距离好像就拉远了。他呢总是让我把她当成小公主一样的宠爱，可她毕竟已经是2个孩子的妈妈了，不应该再这么幼稚下去了。在他的心里，那女儿啊、工作啊都比我重要，我的地位好像是从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爱人，一下子就变成了家里的保姆。他现在不仅和女儿们争风吃醋，就连我出去忙工作，他也觉得我忽略他了，每天就因为一些小事和我闹，那我真的很累。他毕竟也是快40岁的人了，为什么就不能成熟一些呢？掌声有请这对夫妇，有请。周先生47岁，来自湖南个体。曾女士38岁，来自湖南个体。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啊！身上的担子都不轻，是吧？有个2000斤啊，加个大公主，是累吗？累并快乐着。累并快乐。大公主哈，万千宠爱在一身，是吧？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感觉。哦，现在不是了哈。对，这是结婚了13年啊。开始认识的时候到结婚，然后到生大宝贝，我觉得都还算不错。到了小宝贝这里之后，我觉得我就真的是变成一保姆了。啊，怎么有了2宝，您的地位就变了呢？因为他所有的关注点都在他身上了，以前对我的所有的好，全都烟消云散了。哦，爹跟女儿亲，对吧？是的，对你也很亲呐。对你也很亲吗？但是你这种感觉是这样，好像就变了，在我的心里面，我觉得没有变。但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呀。啊，他做了些什么，就让你有这么深的感觉？说，哎呦，他们俩夺走了我的爱人。就拿出差来说，好吧，以前他都是电话给我嘘寒问暖的，但是出差都是每次我打电话过去问他，然后他从来没有主动打过1次电话。每一天他会来1通电话或1个微信，但主要目的不是为我。他说发一下妹妹的照片给我，快12点钟了，你赶紧发过来，要不然就到明天了。这个还是妹妹，每一次都是妹妹，妹妹就是我们的小宝贝。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是想，妹妹每天拍张照片的话，做本这个纪念性的册子。但不是说没有你，因为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也拍了很多，只是没有这个连续，因为我们这里没有计划做一个每天都认的这个册子。
可能是你这种感觉有了这个小妹妹之后，我问她要这个照片，但我确实没有说出来，说你也发张照片给我。我记得嫁给你的时候还是挺漂亮的，现在我觉得慢慢变老了。你既然对妹妹都是想做一本册子记录她的每一天，那我呢？我慢慢的变老之后，你要记录我从年轻到老的每一天啊！我也想做本册子，为什么你给他我没有呢？你的册子也会做啊，只是没有每天都连续起来而已。我觉得这样子对我很不公平。你先认识我的，后面才有的妹妹，好不好？哎呀，我的妈呀！我觉得你现在也是2个孩子的妈，应该比原来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事情多了，第二个你也变得更加成熟，不要跟小宝宝们争风吃醋啊！我心里你确实没有说你变老了，或者说有什么其他想法，这都是你自己这么去臆想出来的。我没有争风吃醋，我只是说让你把以前的那种感觉延续到现在，哪怕是多一点点而已。就是他除了这个对家里面的2女儿比较上心之外，其实做个相册嘛，每天当爹的要个照片嘛，尤其出去的时候想嘛，他还做了什么让你感觉那么强烈？我出差也是啊，他对我不闻不问的，包括我下班比较晚回来，就拿那天那件事情，我觉得挺伤心的，到现在还挺伤心。就是晚上大概11点多钟，那天风雨交加的，我每天都是顺风车回去啊。那当天我就打电话，11点多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我要回来了，今天下好大雨啊。我是提示他，但是他没反应。后面他就说哦，小心点，挂了电话了。我觉得很伤心，然后我又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可能会怎么样？这个事情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我是对你绝对的这个自信，因为我跟你在这么久的话，你的这种处理能力、应变能力比一般女孩子要强，我是对你绝对放心。因为你事情不要什么事情往这个负面的方面去想。再应变能力强的话，我也是一个女人啊，在这种晚上回去。我也会有点害怕呀，害怕，因为那个时候是在市区，我认为人很多。我插一句啊，咱不说这个了。我问几个问题，就此事儿我问3个问题，好不好？第一个问题，您为什么不直白的跟他说，老公，我今天挺希望你来接我的，风雨交加。我是想让他自己认识到这个问题。好，自己认识。第2个问题，我还是问一下这个妈妈哈。大女儿多大？10岁。2女儿多大？6岁。家里面还有老人跟你们一起住吗？没有。没有。那如果先生去接了你，那俩娃咋办？他可以带着宝贝一起来接我呀。夜里11点多，带一10岁的宝宝睡得正酣，再带一6岁的宝宝。没有，那个小孩基本上跟着他，他不睡，宝贝也不睡的。哦，行，那我接着问先生啊。其实我听明白了，您所有的解释都是也听懂了妻子的话。你也知道人家要接你嘛，要不然你也不会诡辩说什么你应变能力强。听明白了，为什么不去接？因为考虑到市区，你也不知道哪里停车。我去接的话，也不能够马上赶到现场，也不能来得及。没有，我觉得你这些都是为自己辩护。再说的话，还有手机上有这个动态的这个公侦，我实际上我就问您为什么不去接？其实他要的就是这个。关心一下嘛，确实他在玩朋友圈，他当时在，因为我想到你应该独立更成熟，就没想到这事儿啊，让他独立成熟。你怎么一个电话都没有呢？在路上你可以打几个电话给我，让我心里安心一点啊。后来我还是给你打了电话，因为那个时候你说差不多到家了，我就放心了。其实这个过程我还是在他心上的。我觉得你这样子真的让我很难接受，当天晚上我就很难过，我都没有理他。就那个夜里是觉得自己被忽视或者叫忽略了，对吧？还有什么让您觉得不舒服呢？很多次，我其实为了他，我们2个人在一起之前是一起创业的啊。平时我们设计的产品是找别的设计师设计的，他每一天晚上都会很晚，然后设计出来的产品呢，在我们生产的过程当中改的很多很多。那我看他这个很辛苦，我不是这个专业，我对什么立体的形状一点都不懂。那我在网上我自学了一个3D 软件，就是本着觉得挺不好意思的，陪着我，你辛苦了，倒杯水怎么样？后面就不一样了，他就说，你早点休息啊，然后他就去睡觉去了，没2分钟，呼声就起来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因为你也知道，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确实熬不了夜，一般到了11点钟就会想着睡觉。但是为什么到了后面的时候，就有这种不耐烦出现了呢？
这个可能当时由于我的这个工作有点压力吧，投射到你身上吧，这个确实是我当时没在意，但是我的心一定是没有那种责怪的意思，这个可能应该是误会。你曾经对我说过，哎呀，你是我手心里面的宝。那有了大宝之后，你就说我是大宝，他是小宝。有了小宝之后，我还是大宝，大宝变成二宝，二宝就变成小宝了。我们家3个宝，你说都是你最爱的。但是我没有看到这个爱体现在哪里。我觉得从大宝变成了宝，也是有个宝叫保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这个大宝应该自我磨砺，让这个宝贝自己更加璀璨夺目。那个他对你怎么样？咱不说大宝和二宝那点事儿，以前好，现在不好。我举一个最近的一个例子吧。今年的国庆节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13周年。那时候他出差了，到国外去了。当天早上我是很兴奋的，我就写了一首诗，虽然说写的不怎么好，但是灵感直接涌到我这边来的，我就一下促成了这首诗。当时我把这首诗还发朋友圈，还配了几个我们之前的图片，每一个国庆纪念日的图片，然后我就等着他跟我告白，但是到了6点多还没有，我就发了一段语音给他，我说你看一下朋友圈。我给了他5分钟时间，后面我看5分钟之后他没有给我发信息过来，然后我就把朋友圈私密了。然后过了大概7、8分钟吧，他回信息过来说没什么，什么都没看到啊。我就说你想想看，这么重要的日子你想想看。然后他还是没有想起来，我就把我的截图给他看了，朋友圈的截图，附的那首诗也给他看了。普天同庆日，共接连理时，13同舟渡，共修彼岸花。就是我们把那种美好的境地，我都已经想象得很美好了，但是他还是没有。发过去之后，他就发信息过来了，他说：“哦，我记得啊，我记得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啊，我没有忘，这么多年辛苦你了。”这样子说了一通话，但在我心里，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他记得的时候，他会一早他就会跟我准备礼物啊，或者说一早他就会告诉我啊，宝贝，今天是属于我们重要的日子。没有，我觉得他说谎了。确实是有特殊情况，是在国外出差，我们在外面确实是好忙的，所以我觉得你也多谅解，然后多宽容。我觉得很伤心，一直伤心到现在，现在心还痛着呢。你认为这是自己被忽略的一个例证啊？对。家里的家务谁干？以前他干，现在他是甩手掌柜来的，全都是我干。洗衣、拖地、带孩子、做饭，还要变着花样给他们做。我不会，什么都不会。以前我学会了包饺子，学会了自己压面条，学会了很多很多很多，那些他现在都没有干了。家务都是妻子现在做，过去您做，现在您不做了。您现在的这个自己的生活状态是个什么状态？状态是我们2个人是一起工作，但我还兼职了家里所有的保姆工作。那您在先生这个公司里面，您扮演什么角色呀？财务、设计师还有采购很多很多事情我都在做。他基本上就是跟人家去聊聊天这样子。再问家里谁管钱？我管。您管钱。在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夫妻双方有冲突吗？意见能够达成一致吗？有冲突。什么样的冲突？很难达成一致就像小孩子玩手机他明明知道这个是对他不好，只要孩子一说，他就马上给。我觉得这个对他的眼睛很不好。我认为小孩子童年的时候玩一玩是很正常，不给他手机玩，他也会玩别的。小孩子这种视力、这个免疫力和这种东西，不是你想想那么容易坏。那你认为他坏了之后再让他好吗？未尝不可我们去所以你说这种观念，所以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们夫妻俩是怎么解决的呢？我在孩子面前现在没有权威性，有时候我说他几句，他就跑到爸爸那边去了，根本就不会。本来做母亲的就是母慈父严，你做母亲的不一定要有很多的威严，对不对？因为做母亲的属于坤，我属于乾，乾坤。
我对孩子，我声音如果高了一点点，他还不开心，认为我把他的小宝贝给怎么地了，好像我变成一个什么什么后妈什么的了，然后跟我去吵，当着孩子的面就当着为父，我觉得这点是很过分的，就是爸爸太宠爱了，就是爸爸有点溺爱，是这意思吧？所以对孩子的这个教育观念上面，妈妈觉得爸爸过于的溺爱，爸爸觉得并没有，是不是这意思？是。我还是问妻子啊，您今天来要干嘛？就是你想达到一什么目的？你觉得 OK 了？我是希望他很多方面能改，我觉得他应该还能够像以前一样的对我，至少是温柔一点，不要那种语气啊、态度变化。您是觉得您在您先生这个眼里已经没有吸引力了，是这意思吧？完全没有了。你完全多想了。我觉得你很年轻了，跟原来一样的。你现在这样说，你可以翻翻他朋友圈，没有一张我的照片。但是拍了很多，只是没有发表出来。没有，全部都是发的小孩子的。行，一开始听着觉得有点矫情啊，有点文艺哈，就是特别像您小片里面说那个，哎，他到这个岁数怎么是这样？后来听来听去，我觉得这倒也是个好事。就是对于一对夫妻来说，不因为有了孩子之后而要忽视夫妻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妻子更关注的是跟丈夫的关系，有要求，感性的表达又得不到一个伸张，所以心里挺憋屈的啊。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是什么，咱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周老师。我跟你的感受一样，赵川在他们出来甚至没出来之前，我其实已经做了一个设定。我觉得，哎呀，一看就是女的太矫情了，都这岁数了，俩姑娘了，这干啥呢？还这样。但是细细听他们说来之后，我觉得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逆转。事实上，我觉得不是女性的少女心在百转千回、辗转反侧，而是夫妻俩的生活当中，还是那些摩擦，让他们之间的情感出了一些问题啊。先生，我想跟你说几句。通过这一段的交流，我觉得妻子做了很多的改变。她从一个小公主，变得洗手做羹汤，为全家人做饭，学会了包饺子、做面条。其实这个转变在你来说，你可能觉得天下的妻子都是一样的，难道你有了孩子不该做这些吗？我想说的是不一定，我不会包饺子，我也不会做面条，而且我坚决不下厨。不是说我不愿意下厨，是真的我弄不好。我试过几次以后我放弃了，因为我把厨房弄得一塌糊涂，我妈说你还是出去吧。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去做这一切，今天说起来风轻云淡，但学起来这个过程很痛苦、很漫长，而且很枯燥。不是说我从小就会，我长大理所当然的我就做给你吃，而是他做了母亲和妻子之后，一点一点在学，挺难的。另外，赵川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她是不是全职妈妈、全职太太？她不是，她在和你一起工作，完了之后还要照顾家。我真的可以想象一个内心充满了文艺情节，在13年的结婚纪念日要写一首诗，还不愿意一下拿给你看，放在朋友圈里，通过这种细腻缜密的心思，希望你不经意的看到，然后你们之间心领神会。我就想这样一个女性，她其实承受了很多，她没有因为这些小心思就固化在那个小公主的梦里，什么都不做，每一天等着老公来给她做饭，等着她来照顾自己的情绪。没有，我觉得她在很努力的学习，非常努力的适应各种角色，在不同的阶段。但是你也要允许我们别放下内心的那个小公主的梦，就这么混乱的一地鸡毛的生活当中，给我们保留一点点小文艺和小清新。远方太远，就让诗意留在现在，好吗？谢谢你，谢谢。谢谢周群老师啊。周群老师说的特别精彩啊，我很同意啊。但是我的视角可能稍微有一些不同啊。那个曾女士，其实事实上不是因为你老了，是你老公老了，你老公变成了你的父亲那样的人。很简单一个道理，你父亲在年轻的时候肯定也是很宠你母亲的。后来为什么把你当宝贝了？同样把我母亲也是，在外人眼里看起来，
他对你也很好，就好像你看着你父亲对你母亲一样，但你母亲有没有抱怨过？或者你根本不知道他曾经抱怨过？你以前说过一辈子把我当宝贝的，为什么你现在对我女儿那么好？一个男人在慢慢的变老，在变老的过程中，他的愉悦感在发生一些变化。他不是说对你不好，当然我很同意周群老师说的，你确实对他的关注在减少。那关注在减少的原因是什么呢？每一个人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你看他宠你和宠女儿一脉相承，当年怎么宠你的，现在就是怎么宠女儿的。你说你对女儿不要那么宠，但是你反过来说你要对我那么宠。一个男人在慢慢的变老，他对于更小的小公主会产生一个更强烈的宠溺的感受。我真心觉得你老公对你应该算是相当不错。为什么？因为时至今日你站在这儿还可以一个允许你做梦的姿态出现，我觉得这是不错的。当然他有他的问题，就是你现在承担了更多的家务更多的工作，他反而把对你的关切慢慢的转移掉了，这当然是他的问题。但我觉得你到今天你突然之间发现好像我的宠爱少了，正说明这10几年来他对你的宠爱一直都没有变少，直到最近这几年才开始变少。家里面有一个公主，就要给一个公主营造一个梦，家里面有3个公主，就要给3个公主营造3个梦。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我觉得这个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我给曾女士的建议是什么呢？正视现实，正视一个人是会老的，正视一个宠爱的对象是会迭代的。我们小的时候父母把我们当成宝贝，我们长大了之后我们把父母当成宝贝，对于丈夫对于孩子到最后都是这样的。谢谢大家。二位好啊，刚才听2位老师说完，再听完你们的故事，我觉得我活得太不像女人了。邹女士，我跟您可能完全是2个路数的这样的2种类型的女人。就我整场听下来，我都就是有一点是我特别肯定的，就是你们依然13年把夫妻关系放在你们整个家庭生活关系当中的第1位，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你们的孩子每天生活在爸爸妈妈浓浓的爱意当中，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爱它也是有变化的呀。就如果你要求他始终如一，一直像当初热恋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事儿也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您表达的这种主要的诉求，包括跟女儿争宠啊，我觉得您需要什么呢？就是给您泼点冷水，就是4个字儿：认清现实。第一个认清现实的是什么？女儿是什么呀？女儿是血亲吧？您是姻亲，您以姻亲跟血亲去比，有抗衡的能力吗？所以他疼女儿不应该的嘛。而且那是你们俩的女儿啊，你也不是后妈呀，对不对？这第一个认清现实。第2个认清现实是什么？男人和女人就是来自2个星球的生物，男人的思维它永远是一条直线。就你希望他明白的一些什么事情，尤其到男人越老了之后，你要越明明白白告诉他。就像让他看朋友圈，你还给他设定时间5分钟，那他那5分钟你连手机都没看，他怎么可能看你朋友圈呢？所以你就直接告诉他，就说你就是忘了结婚纪念日了，我现在就是不高兴了，情绪表达出来，发泄出来，你要让他自己琢磨的情绪，那你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堵，自己给自己找气儿受，对不对？所以很多话你直接跟他说，比绕着弯让他自己去感受效果更好，然后你自己可能还没那么生气，因为这个事儿马上就解决了。你想你这一天从早上一直到晚上，这一天你都在生气，对不对？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啊，你刚才一直说，你说你觉得变成了家里的保姆，你难道不是家里的女主人吗？你为什么会以保姆的心态自居呢？你不觉得你是家里的女主人吗？这个家是你说了算的呀，财务归你管，对吧？老公疼爱你，有2个可爱的女儿，你在做任何家务事的时候，不是一种享受的心态吗？所以我觉得您的这个心态我不理解。就如果我说我在做这个家务，我可以不做，我可以选择不做，我今天心情不好我不干了，
但是我在干的时候，我一定是愿意的。我并不觉得我擦地、洗衣、做饭、带孩子是保姆干的事儿，我觉得这是妻子和妈妈做的事儿，我觉得这是女主人该干的事儿。这就是我对于您刚才讲所有你们两个人之间故事的一个理解。当然，你肯定不会同意我的观点，但我只是表达出我这一类女人对待这样事情的一个看法和态度，好吧？祝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首先承认你们俩其实是很幸福，你的丈夫也很有责任，也爱孩子。但是你们的故事让我想起两句话，两句老话。一句话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还有一句话是撒娇的女人最好命。事实上你会发现人有一种本能和惯性，就是那个特别懂事听话的，特别做家务的，往往他的角色容易被事物化，被工具化。就是人在审美的过程当中对对象的这种态度，往往会因为谁更容易引起你关注，谁更任劳任怨、更事物化而有所区别。在生活当中不太倾诉的、不太撒娇的，往往容易被忽视。而那些弱小的、爱哭的、爱撒娇的，往往总引起人关注。如果要说变化，可能这方面就是变化，总是会去疼爱那个小的，能够引起你关注。所以很多女人抱怨说，我做家务做多了，不是更多的引起了男人的重视，反而是让他们更加忽视。但相反，有些女人她也做家务，但她总是喜欢在男人面前唠叨唠叨、撒撒娇、抱怨抱怨，反而能够激起男人对她的一种怜爱之心。反过来的话，女人对男人也是一样的。你看那些在家里从早到晚接孩子、做饭、买菜都做的男人，往往女人习惯了会觉得，哎，老公是不错，但好像他就是一块不太生动的一块石头，引不起你太大的兴趣，因为在你看来它是空泛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会发现，我们真正应该去关注的，往往是那些在生活当中付出很多，但看上去不是那么生动的、任劳任怨的奉献的人。你说呢？你喜欢孩子是因为孩子小，你在宠他的过程当中，你能够感受到一种价值。但事实上，你让女儿经常这样看手机，无限度的宠爱，其实这种宠爱满足了你内心的那种价值，但事实上这种宠爱对彼此都没有好处，明白吗？明白，谢谢。行，就这。好，谢谢涂老师。谢谢。这事儿今天那劝架方式特别好。周老师先说嘛，说这个嘛，陆琪老师说这个嘛，莎娜老师换一个角度嘛，那涂老师从人性的角度再说一下嘛。这劝架的方式特好，反正该说的都说。那我就其实提一个问题，现实是什么？我感觉现实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还要有一些浪漫。对，这是你的要求。我看到的现实是，你们幸福，因为有2个闺女儿，公司显然做得还不错，否则也没这闲心。如果生活的压力特别大，你根本没有这个闲心。所以浪漫主义情怀要有，你得让他意识到。比如说今天按老师的说法，你就算发出了最强的呐喊，听见呐喊没有？听见了。哎，我相信这也不用教啊。47岁了，以你们生活13年的经历来看，包括从孩子的岁数来推一下，其实您哄妻子的手段是很多的啊。虽然这个按陆琪老师说的话，年龄大了一点儿，精力确实下降了一些，把过去那些小手段拿出来用用嘛。我觉得事儿不大，不就要这个吗？对吧？给，能给不？能给。哎，你肯定行。但是我觉得年龄大，有没有觉得精力衰退啊？我也很年轻。呀，是。那您就那个精力旺盛，喷薄而出一下，对吧？行了吧？
啊，挺好。不要像在外人面前一样的，在这里是这样说的，回去又，一会儿又变回原来样子了。记住啊，多向孩子学习，看看你的老大是怎么平衡他跟妹妹的关系，看看你的老二是怎么跟老大和你博弈和斗争，抢夺父亲的爱的。你学学，可能对你有帮助啊。来，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结婚13年来了，我觉得我自己一直付出的很多，对孩子也是非常负责任，对你的爱更加是，我觉得是倾尽了我所有。我希望你能够多爱我一些，好好对我一下。我其实这么多年来，自己觉得对你的爱没有变过，更不存在着这个减弱。应该是更加深沉，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了。我也依然当时说的，你是我手心里的宝贝明珠。一句俗话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好了，谢谢2位的分享哈，来，请回，谢谢你们。来，我们看看这对夫妻，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还要当公主吗？还是要的。让她当嘛，一直让她当啊！好，好了，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你是我这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我说出去是誓言。Marry me, my baby， 每分每秒每日每夜每一个你都是幸福的起点。来，最后这一抱理解你心里的苦涩了啊！标准的哄娃睡的节奏，那手就是这样，我在后面看特清楚。我习惯了是吧？这是夫人啊。好了，谢谢2位，请回。谢谢老师。只有永恒永垂，就算停止旋转时间，我的心不会变。可以看得出来，男嘉宾走的时候其实并不轻松啊，因为生活等待他还有3000斤需要他照顾呢。3个女人需要一个男人的精心呵护，怎么分配他的精力，咱也不知道。希望他们过得幸福吧。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在一起1年多了，当初为了他，我不顾父母的反对，坚持留在了他的城市。我本以为他能让我依靠，让我适应这个陌生的城市，但是他的懒惰和不作为让我很没有安全感。他总是拿为我留在济南的事情道德绑架我，逼我做很多事。我做了呢，他又挑3拣4，他这样真的让我很累。他不仅在生活上不能很好的照顾我，就连在处理我和他父母的关系上也从不考虑我的感受。我还是想跟他好好在一起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他满意。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刘22岁，来自山东，公司职员；女嘉宾小徐23岁，来自山东，兼职模特。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紧张吗？还好啊。听了半天没什么大事儿嘛，就是因为我们2个人刚毕业嘛，之前在学校的时候还好，就是现在毕了业之后嘛，然后就面临了一些我们之前在学校里没有面临过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之间的矛盾也产生了一些。现在什么矛盾呢？就是他有好多事情他都没法给我安全感。在学校里的时候你可能没觉着有什么，但是你一踏到社会上就发现说这个男孩子他太像一个男孩子了，
根本没有办法成为你的依靠。我这就不懂了，什么叫男孩子太像一个男孩子了？你是说他小不够男人，还是说不够男人？哦，不够男人哈。对，没有担当。你们学校是校友？对，大学同学。同班同学吗？也不是同班，同系的。你追的她吧？应该。对，在系里发现一个长得那么好看的女孩子，这我穷追不舍下嘛，然后就追到了她。哦，来吧，说说毕业了怎么就太男孩子了？毕业了之后，不就是因为要面临一个找工作嘛？啊。从最开始的时候，就家里面就需要想要我在家里面那边发展。我是烟台的，他是济南的，其实隔得还是比较远的，就大概600多公里吧。然后山东的父母都比较传统嘛，都是想着要自己的孩子在自己身边待着，然后安安稳稳的多好呀。然后我就觉得说不行，这个男孩子太爱我了，我也太爱他了，我一定要为他，我一定要去他的城市。哦，你要去济南？对。我也就因为恋爱冲昏了头脑吧，为了他，我想要来济南。他当时答应我说：“宝宝，相信我，一定会帮你找一份好工作。”结果到现在他都没有给我找。你们毕业多久了？毕业到现在4个月了吧？答应给人找工作没找是吧？当时我答应他说，因为我们2个人都要找工作嘛，然后我说你回来的时候我们一起找，我会尽力帮我们俩找一份好一点的工作。然后期间我给他也找过几份工作，但是他都不是很满意。可是他找的工作太不像样了，他口上答应我说给我找工作，但其实他就是随口一提。我不是气他找不到工作或者没找到工作，而是我气他说媳妇儿，我帮你想了怎么样，我觉得这件事怎么样，反正就是我觉得大概我做，但其实他没有做。态度不好哈。对，我气他没有做这件事，如果他做了但没做好，我不生气。行，找工作就说大话呗，小男生吹牛是吧？对，没有安全感。还有什么呀？再然后就是他做些事情太拖沓了，他就一直拖。比如呢？就比如说我催他减肥。不是，主任，我解释一下，我现在这个样已经比我们俩当时刚认识的时候瘦了大概有30多斤了吧？都瘦了30多斤了。这都是拜他所赐，所以瘦下来的。对，咱基础体重大，对吧？对。可是我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刚跟他谈恋爱，我就跟他一起走在路上，他就嫌别的那些小男孩看我，然后他就要盯回去，就盯死了。然后我就觉得说，你们为什么看我媳妇儿？那我吃个醋还不行吗？然后他就每个人他都吃醋，我就在想，可能是因为他多少感觉有点自卑的事儿，我就跟他说你一定要减肥，然后他也是口口声声答应我了。不是你们弄的胖子好像就没法在这世界上生存了。他就是针对我，他晚上老不让我吃饭，饿得我晚上都睡不着觉。不瘦了30多斤了吧？可是你没看见我不逼他的时候，他那天天晚上9点半点外卖点这么一堆，点完直接吃饭睡觉。那我不吃饭睡觉我饿呀。那你说你不胖谁胖呀？他就老这个样子，他每次都这么强势。不光减肥这个事情，就是我最近不是工作了吗？然后我在上班的时候，他让我给他查那个公交线路怎么走。我说你稍微等我一会儿，我在开会。我就晚给他发了一会儿，他就把我微信和电话都拉黑了。我哄了他好几天才哄好的。主持人，那更别提这个事儿了。这个事儿怎么一回事？他当时让我帮他去他舅舅家送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他舅舅家在哪里，我就问他说：“你给我发一个位置呗。”我都告诉你那个地方该怎么去了。他告诉我你到广场门口坐98路，结果我一到广场门口傻眼了，9个站牌，我怎么找呀？不是9个站牌。这一眼一看不就知道哪个分散的9个站牌，在马路这边、马路这边、马路南边，就看呗。但是找起来可费事了，他还不告诉我位置在哪。我告诉你了呀，我后来不是发给你，不就发晚了吗？那时候都1个小时之后了。所以很生气哈。对，那给我气的。还有啥呀？再就是他现在，我就觉得说他越来越不爱我了。本来就觉得说没有什么安全感，结果他现在他一上班就媳妇儿。我忙，过会儿再给你打电话，或者媳妇儿，我在睡觉呢，你别吵我，就这样。就是我们俩吧，就是现在可能会有时差，因为我最近一直负责那个项目，它是个夜班，晚上的时候就比较忙，他就总是这个样子来找我，就特别强势。只要我一会儿不回他，他就会生气，我就要一个劲儿的
哄他，要哄他好长时间才能哄好他。哎，你怕他吗？我打不过他呀。你是特怕他吧？啊，我看你说话都不利索了。吓的，我这嘴就这样，我也说不过他呀。啊，他给我备注是女魔头。啊，你们俩在一起谁强势？你吧？应该是我吧。啊，那不挺好吗？这么听话一男孩。可就是觉得他就是感觉说我想要找一个男孩子是那种就是你能保护我的，所以我也找这么大一个体型的。啊。然后我就感觉他好像比我还小，还要我照顾他。哦，你都怎么照顾他了呀？就是我们两个毕业之后不是说找工作嘛，当时就一起干兼职。啊。他就今天干一干，明天不干了。但我就是但凡我只要能接到工作，我就一定要出去干。然后他当时和他们的一个同学，当时在学校里面一块开小超市，结果这不就毕业了吗？毕业了的话，那些货就全都黄了，然后他就亏本了。他跟我说：“媳妇儿，我亏本了，亏了8000多。”然后当时一听傻眼了，我刚还完房租，然后我还得给他打些钱过去。我那段时间就突然出现了这个变故嘛，就那一段时间吧，就依靠了他一段时间也是。啊，我问女生啊，你来这儿干嘛呢？来这儿就是想要跟他过一辈子，因为他对我好。那就回去过去呗。那你说这些干嘛呀？就是因为其他有一些事情，他什么都不做，我就想要让他就是有担当一点，可是他就是根本就理解不了。他现在反过来还说我说是我理解不了他，但是他根本就没有想过到底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刚刚毕业刚生活，到底经历压力有多大。可能就是他父母也比较惯他，而且他在当地他没有什么压力，可是我有。就是为什么他在当地没压力，你有呢？因为他父母到现在还是想让他继续往上考学，可是我刚一过来的时候，我就要面临着租房子的压力，他根本都理解不了。哦，那你们干嘛不好好踏踏实实考研吗？我就是之前家里还想说让我考嘛。你自己想不想？你们老是家里的。为了他嘛，他上济南来之后，我现在不也选择就早一点先出来工作了吗？也就是说，你是为了这个女生，所以放弃了你曾经想象的那条路，是这意思吧？女生是因为了一段爱情放弃了你认为有可能在烟台的好的工作机会，是这意思吧？是，爸妈已经帮我找好了，然后我跟我爸妈，包括那边用人单位说我不去了，我要来济南。哦，你为这段爱情跟爸妈的关系也挺僵的吧？后悔吗？也还好吧，他父母对我很好。哦，就是他连我跟他父母之间的问题都处理不好。啥意思？就是他当时是领我回他家，我就想着说，你既然打算跟这个男孩子一起过，那你就怎么样，你见面要正式一点嘛。然后他倒是有跟我说过，父母觉得我们还是小孩子，你们不用带什么什么东西，但我想怎么说带点水果。然后结果我那天刚刚就说接完活动5点多，然后到我那里住的地方，然后再到他家，那时候就已经7点半了。然后结果当时我是想着说他过来接我，结果他就跟我说，后来不是出去接你了吗？可能是后来我坐过站了，我找不着地方。你不知道我路痴吗？我本来不也和你说，等你到了你给我打电话，我出去接你吗？可是结果呢？那时候那都几点了？那时候那天还下雨。然后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第一次想要为一个男孩子，然后留到另一个城市，结果说我感觉好像是我在上杆子，我要去他家。然后他还这么对我，他怎么对你？我也没听明白啊。就是我就很重视这一份，就是说跟父母见面这件事啊。结果他对这件事一点都不重视，他甚至跟我说你什么东西都不用买。结果我跟他说不行，我得买。然后我们两个去了旁边超市买的，买回来之后那时候大概8点半了。我在那想，谁家的父母第一次看见别人家的小姑娘，可能是未来儿媳妇去家里，然后结果就。等到3个多小时呢，那是面对父母，第一印象特别重要，他都这样。你们俩准备结婚了？快了吧，再有1、2年就应该结婚。双方父母都认同啦？还没有，我爸妈他们就怎么说，我们家就没有那种很胖的男孩子，然后就很胖的人都没有。我在最开始就跟他说要让你瘦到180斤，他到现在都没有瘦到。你看他，我爸妈就一直觉得说
因为我父母都是学医的，他们就觉得说你应该在这个标准体重之内，如果你超过这个标准体重的话，你就可能会带来什么什么什么一类的疾病。然后我父母就认为说，你这么一点的男孩子，你肯定很好捡。然后你如果连这一点自制力都没有的话，那你这个男孩子就不优秀。我也是跟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到现在都没有做到。那他优秀还是不优秀啊？分哪一方面吧？哪方面优秀？对我好这一方面很优秀。哪方面不优秀？在做事情上面。哦。我想让他知道自己到底哪一些地方就是一定要改。行，说说你哪儿不好吧？你哪儿应该改吧？我很娇娇啊，就是很娇气。哦，娇气，还有呢？然后再就是，我想干什么我就一定要干什么，任性呗。今天来干嘛？就是想让他意识到自己到底就是怎么样的。谁让他意识呢？他一23岁的人，不应该他自己意识吗？可是他不理解。哦，你是让老师帮他理解是吧？行吧，各位老师，你们看看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其实听你们刚才的故事，我突然想到了很多年前，我小时候是在一个工厂里生活，工厂呢有一点像一个大杂院。到傍晚时分，很多人会出来在食堂吃饭，或者在家门口人来人往，会聊一些闲话和八卦。那个时候我就听到了大人们说的一个故事，我印象特别深刻，说有一个男的对一个车间的班花一样的女生非常好，然后这个女生呢和我们这位漂亮的姑娘一样，你刚刚形容自己是娇气，我觉得这个词还不是特别准，应该叫骄纵。恃宠而骄嘛，当年那个班花也是这样，非常的得意，然后指使这个男孩，我们能看到帮他打开水、打饭，然后洗衣服，各种各样的事儿都在忙碌，然后周边的人呢也都在议论这个事儿。突然有一天，应该是过了几年之后，话锋一转，就是这个被宠成公主一样的人，突然有一天。他到了午夜的12点，水晶鞋被脱下来，就是这个男的醒悟了，他不再像从前那样对他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个女孩反过来像宠王子一样对这个男孩好。他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的世界不仅仅是只是付出，我也可以得到很多。就这个事儿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原本一个被捧在手心里的人，这个人一撒手之后，其实你什么都没有了。我听到大人们所有的议论全都是你看看他作吧，你看看他现在是什么样。就是这个生活反差这么大，就让我们意想不到。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原来人的感情是会变的。我那个时候很小，我还理解不到这个深层次的意义。我就会发现，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好，不是永远的，不是一直可以付出的。他突然发现自己也可以享受的时候，然后他就退回去了。我为什么今天听你们的故事会想到很多很多年前的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我觉得太类似了。就是很多女孩会在爱情里，会在这种年轻的热烈的爱中迷失自我，恃宠而骄，但是他不知道这种爱不是源源不断的，不是像爸爸妈妈给自己的爱那样可以永远去索取而不需要回报的。所以我在想，我看到这个男生好像在这个女孩面前很拘谨，没有放开，但我想如果有一天他成熟了，成长了，他在事业上得到更多人认可的时候，他可能不再会像从前那样。我不知道如果到那个时间，是不是你们的情感还像现在这样，我想打个问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是想起了这一段故事，仅供你们参考。谢谢。好，谢谢周老师啊。你们两个人之间啊，它不是存在问题，问题我们可以给你解决。你是发现了他一个缺陷，他的缺陷我们没办法，你靠我们说几句话，他就把他那个缺陷给填补了，你找他妈都没办法，对吧？啊，那说两个关键词啊，对现在刚刚毕业谈恋爱的年轻人说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叫负责。经常听人说你看我爱上你了，我放弃那么多，所以你要为我负责。什么是负责？
就像你一样，你看我为了你，我不回老家了，我就跑到你这儿来了，好像是我放弃了我本来应该有的人生，所以我把我的人生交给了你，所以你要对我的人生负责。这是负责吗？你爱上了他，他爱上了你，他要负责的是你们之间的感情，他要负责的是对你的心，但是他应该对你的人生负责吗？我认为任何人不管什么关系，不管是父母也好，情侣也好，任何人都是别人人生的一个辅助，不可能有人说我完全负责你的人生，这是第一个关键词。第二个关键词叫什么？叫代价。你在选择人生的时候，你选择了爱情 OK 的，没问题，你放弃了自己的舒适圈也是 OK 的，但是你要付出代价，不能因为你要付出代价，所以他就必须要补偿你的代价。他当然是应该在感情上面补偿你一些，但是你说我完全交给你了，这是不对。包括你也是一样，忽悠人，告诉他我能帮你解决，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你的代价是什么？今天被他拖到这儿来，这就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就这两个词你们弄清楚，我觉得这一课你们就没白上。既然付出了代价，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应该把这段感情给经营好，不要让自己的代价白白的付出，这才是对的啊。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二位好啊，女生，你说了几点？第一个核心就是说找工作这件事儿。说当初你答应你给我找工作的，首先在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去答应他的这个条件。工作是你的未来，任何人帮你找或者说给你帮助，他们只是一个辅助作用，永远决定权在你的手上。人家说女生选择为一段爱情奔赴到另一个城市，这不是一种选择，这是一种能力问题。你决定要跟他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那一刻起，你就要知道我有没有这样的资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而我选择来到你在的城市，不是为了你。我有一天离开你，我依然能够在这个城市立脚，我只是来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因为这个城市有你，而不是因为你来到了这个城市。你明白这个逻辑关系吗？所以我们把它说大了，就是爱情永远只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如果当你把它变成了你生活的主旋律的话，那你最后一定会为这个主旋律去买单。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资本，没有这样的能力，就不要茫然的去跟随一个男生留在这个城市。最后一点，我们说爱上一个人，经常说我能爱你的一切，爱你的全部，这句话就是错的。我们怎么可能爱一个人的全部？我们一定只是爱上他的某一方面。但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我发现你的缺点之后，我能够接纳，我能够忍受，能够包容。我不爱的那一部分，我可以忽略不计。但现在你不爱的那一部分，你非常计较，因为你觉得在这个即将步入下面这个人生阶段，开始工作了之后，男人的能力尤为重要，而他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弄明白要什么，你也一样弄明白要什么，好吗？谢谢。好，谢谢沙大老师。从上场开始，这个男生没有称呼你一句媳妇儿，我就听到你在自己叫自己媳妇儿，你就从头到尾给自己盖了个章，我是他媳妇儿。这就是典型的以爱以信任的名义绑架对方，告诉对方我是你的女人，而实际上是逃避自己面对生活的种种曲折。一个上司本来应该是他做的事情，他也不管下属接得住还是接不住，直接交给他，然后拍拍他的肩膀说我相信你一定行。他以为他接得住，结果没做好。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上司逃避了自己这个任务的责任。你把自己盖章成他的女人，他的媳妇儿，留在济南，让他给你找工作，等等等等，这所有的一切
你觉得这真的都是爱吗？你觉得这都是因为他你才这样做吗？实际上是你想以他的媳妇儿的名义变得轻快起来，但他接不住，所以你根本不要想什么1、2年之后结婚的问题，你自己先想好你自己在济南生存下来的问题。你自己都没有学会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跟自己做朋友，你都没学会承担自己，你那么急着嫁人干人。对于男生来说没什么好说的，你们都没有到嫁人和娶人的年纪，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把自己的工作干好。你们还没有能力去为别人负责，先为自己负责，对不对？好，谢谢涂老师。我觉得老师说的有一点是特别对的，先为自己负责吧，先把日子过好吧。你们俩就是，反正从我的角度看，可能还真没到像成人一样谈恋爱的那个坎儿呢。好好想想啊，姑娘，你也好好想想，该考研究生是应该考的，就是如果曾经给自己规划了一条路，应该去完成这条路，剩下没啥好说的了。身体怎么样？身体还好。指标都正常。慢慢的，这不减了肥，不也降下来了吗？哦，那接着来吧，对身体好就行啊。剩下你们自己来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突然好像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了，突然觉得好像是我确实对你太苛刻了，可能你理解不了我现在的压力，也可能说咱们两个的恋爱都太幼稚了吧。但是我还是希望说我们2个人能够一起变好的。我吧，就是有的时候还是很累，然后希望有的时候你能多听我说说话，我只希望你能越来越多的理解我一些，我们之间减少一些隔阂吧。唉，谢谢2位啊，请回吧，谢谢你们。请关门啊！我们来看看啊，他们能不能通过老师的这些讲话，有一些新的想法？请开门。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这像是第一次。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谢谢，谢谢你。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是我这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不说出只是誓言。Marry me, my baby。来，送给你们。努力工作，认真生活啊！谢谢你们，请回。永远不会变。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有网友提问说，我们结婚有孩子了，之前因为她和她的前男友聊天，我们吵过架，还差点闹离婚。后面呢，和好之后，她就把前男友删了。可是就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她竟然主动又去找他聊天，还想删了记录。我老婆平时对我也挺好的，但现在她这样出尔反尔，我该怎么办？首先呢，我并不赞成这位妻子出尔反尔和前男友聊天，对丈夫不够坦诚。但如果丈夫不想把事情闹大，我劝你要好好的问一下自己的妻子，为什么一再找前男友聊天，真正找到你们生活的痛点，才能解决问题。再一次的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